现在后面看到了这个是非常震撼的莱茵瀑布啊，它不只是呢欧洲的第一大瀑布，更是呢欣赏莱茵河中上游景色的最佳地点。你绝对没有想象到，你看看飞船有没有啊？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什么。莱茵河也有瀑布，这里就是莱茵河的尾段莱茵瀑布。正如瑞士国家旅游局所说，气势非常浩大的莱茵瀑布与莱茵河两岸的休闲，绝对给所有的旅客呢无比的心灵震撼。说的是真的哦，你来了你就知道啊。它跟着可能我们去过的中国很多的地方的那种瀑布呢，感觉呢是完全的不一样啊。第一个氛围，第二个人文，第三个管理，第四个把全面的东西全加起来，就是什么？这就是澳洲啊，浪漫啊，让人家心旷神怡啊，所以一个景点呢，除了美丽之外，它还要加上什么？它还要加上当地的人文特色等等呢，就让你觉得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你不会说哇，这个瀑布非常的震撼，震撼到让你觉得哇，像什么世界几大瀑布一样，跨国瀑布一样。No， 没有这样子，坐这个干干净净的小船啊，我们去看看这一个非常震撼的莱茵瀑布，它莱茵的哦。如何？感觉不错吧？啊，你看看非常靠近这个瀑布的感觉，是不是有气势磅礴的感觉啊？那这个莱茵瀑布呢，也这样子吸引了非常多的老外来加的准备看这个瀑布，也很的震撼感觉更包括三回呢，这个莱茵瀑布呢，被莱茵河分成了北岸与南岸那你可以看得到各自不同角度的莱茵瀑布。而且这个地方，等一下也是我们用餐的地方。你用餐的地方，走出门口也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莱茵瀑布啊。
看看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这样看过去，那种感受、那种感觉、那种震撼，是不是很不一样啊？是不是感觉很棒啊？而且我们现在开始呢，都是在瑞士，我们开始享用瑞士餐，也开始享用的是什么？瑞士钱啊！瑞士的消费，你一定要进来，你才会感受到，哇哦，原来我赚的钱这么少啊！因为来到瑞士的钱变薄了哦，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震撼，感觉是不是自己有一点贫穷啊？不一样啊，没办法，以前的山中小国，如今的瑞士生活，以前的雇佣兵，到了如今呢，瑞士人均收入，人民的快乐，哇塞，这根本就你很难想象啊！而瑞士也是一个社福非常好的国家哈。那这种社会福利呢，带给这个国家呢非常好的感受啊，让人民的生活也很好。但是现在很多的瑞士居民呢，也在讲这件事情啊，什么事啊？不好啊！为什么社会福利再好，你跟不上物价的波动啊？你现在可能给我的退休金，可能我隔了几年之后，我老了之后，物价飙涨啊，我还是一样消费不起。所以现在瑞士中老年人犯罪，还有呢孤独而死的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说欧洲不错，欧洲的生活环境很好，但是你知道吗？欧洲少了什么？像我们台湾人那一种人情味啊，对吧？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我常讲一个人呢退休之后呢，你一定要懂得打理自己的生活，一定要为自己呢的退休生活呢算计一下，计划一下，不然很无聊的。所以怎么办呢？没办法啦。这里现在呢是在瑞士的小镇，这个地方叫沙夫豪森，瑞士最美丽的旧城之一，巴洛克建筑，170几个凸肚窗，是个迷你却精巧的小镇。沙夫豪森是在瑞士的东北部，它靠近莱茵瀑布很近啊，大概20分钟吧啊。德国瑞士的交界，康斯坦兹也在这。这里是沙夫豪森的首府，是一个可爱的瑞士旧城。规个城市入口呢，人口啦不是入口，人口差不多得33000人。而且这个旧城呢，不容许汽车开进来。你知道我们来欧洲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欧洲太多老城了，车开不进去就怕客人抱怨就怕旅客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把车坐到目的地呢？很不好意思，欧洲就这样你来呢，全世界来他家都是要遵照人家的规矩。那这个小镇呢，作为莱茵河上游因为莱茵瀑布常出现巨大的水流，使商船呢无法通过，因而商船常常就要靠在这个沙夫豪森卸货。沙夫豪森呢也慢慢的就繁荣起来，它变成了什么？贸易重镇哦。那贸易重镇你就知道，贸易就会为它带来钱财，发大财啊。那如果呢，手表有研究的人，100年历史的手表品牌万国表 IWC 总部，你知道吗？它是藏在这里这你没想到吧？IWC 的总部就藏在这个迷你小镇当中，而这个小镇的湿壁画，这种湿壁画呢更是迷人所以来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了来到这个地方呢，走进城内就可以看得到沙夫豪森的建筑大约皆为4到5层楼高，漆上淡淡的颜色，有一种马卡龙系小镇的感觉进来这里面，它的喷水池，在欧洲的小镇，几乎镇上都会有喷水池作为它的地标。第一个遇见喷水池的人呢，听说还会带来好运这里还有天文钟，有没有还有很多的凸肚窗，看到这里的钟你就可以知道以前这里的时钟时间、星期、季节、预测日食、月食、月出、月落，哇！几乎是无所不能，你连手表都没那么厉害跟现在的 Apple Watch 简直是一样。如此精密的天文技术，竟然是来自于4个世纪前的瑞士，就这一个钟，就这个钟，你觉得你会不会看到吓一跳？会吧？而且这里的凸窗文明呢，共有171个这么多，有些人很简朴，有些很可爱，有些很华丽，神话故事、人物。哇哦！旧城的凸肚窗，林林总总加起来这么多，除了可以让每户人家更容易观察街上的行动之外，每一扇都是该户人家展现自己雄伟财力、富裕程度的方式。简单来讲，就是炫富。走在街上，每一个窗台就是沙夫豪森散步的最佳享受感觉哦。
森的卡贝尔桥。卡贝尔桥是卢森最著名的一个景点，横跨在四森林州湖流出的罗斯河上啊。那附近有很美丽的景色，你知道，最早台湾那个伴唱带卡拉 OK 啊，都是来这边拍的哦。这个附屋檐的木桥是卢森的象征地标。14世纪，为了连接河流北岸与南岸的交通道路啊，以及作为从湖侧阻止敌人入侵的防卫桥而建啊。专等差不多200公尺，是欧洲最古老的人行木桥。但是怎么那么新呢？一样嘛，它在93年发生一场大火，烧毁了整座桥梁跟桥上大部分的画作。它这个桥上有很多的画作在屋顶天花板所以后来重建呢，目前这个桥是按照原貌1:1重建的模样桥上的画作绘制了瑞士的历史古世纪的生活情况，很值得欣赏。教堂的桥是位于卢森湖旁边的一个木结构的廊桥，长204米这个廊桥，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是卢森的地标，也是瑞士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那感觉好不好？那前面就是卢森湖了我就说了嘛，这个地方以前呢还在卡拉 OK 伴唱带的时候呢，真的收为伴唱带呢，你是一定要来这翕的这些人看了这个风景那也水干呢这么美丽的风景的感觉，唱歌都特别好听你说美不美？跟你说，它被称为瑞士最美丽的城市小镇之一不为过全世界的各种精品手表、名牌，再来呢，全世界最有名的湖、山、景，全在这里。有人叫它琉森，也有人叫它卢森，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Lucerne， 所以无论你怎么去称呼它，那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就在卢森湖旁边，这个卢森湖旁边呢，也就是最有名的老城区。我们先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卢森带给我们那一种很商业又很想来，很美丽，就觉得好多人但是呢，所有的人都必须来这个地方来去朝圣一下，真的他讲不出来的美，它也是最热门的观光胜地，所以人永远都很多。有人来这边看风景，有人顺便来这边买名牌、买手表然后墙上的湿壁画、喷泉，这些都是瑞士的特色。这个以前的穷壤之国，如今呢富裕之国。瑞士是如何致富的呢？我们先来谈谈来到瑞士旅游的人大多或多或少会听过瑞士成为永久中立国的条件以及因素，所以瑞士的军人在独立之后，为了维持瑞士的永久中立，经常到处当佣兵为别人打仗，而这次是指
他正是代表法国大革命期间受雇于法国保卫着路易16的瑞士将近800位的佣兵，在1792年前后为了其他的国家战死沙场，又是一个典范，不是为自己国家而战的例子啊。虽然间接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而战死了异乡，显得特别悲伤的神情。这个1820年由丹麦的雕刻家在天然石壁所刻下的石狮，他的脸带着化不开的哀愁啊，比眼泪更让人动容。除了他的雕刻非常精细之外，相信这只狮子的悲伤的表情才是最具意义的地方。以前我听人家讲啊，总是觉得凶悍啊，怎么可能呢？结果真的来到这边一看的时候呢，眼泪差点掉下来，看起来还真悲伤。